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新闻节目。作为我国国产的第3艘航空母舰，004号和003号航母其实都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从官方媒体有意无意透露的一些所谓消息来看，004号航母应该已经开始建造了，但具体进度如何，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不过004号航母可能具备的一些性能参数，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有以下一些数据：一、004号航母应该是采用核常规动力共通技术，很多军迷或者一些媒体都喜欢说004号航空母舰一定采用的是核动力，但是按照中国当前掌握的舰艇核发电技术，应该还是不够成熟的。当年美国的企业号核动力航母的核发电就是效率太低，而且费钱，并且能够维持动力也就几年，一到年限就得更换核燃料。按照企业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年限，如果也是和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一样50年，每3年更换一次燃料的费用要达到建造费用的1/10。总而言之，就是烧钱，而且效率低，性价比太低。因此，从美国的经验教训来借鉴，中国的004号航母大概率不会在核发电技术尚未成熟的时候直接就搞核动力。那么核常共通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既有核动力又有常规动力，因为饭要一步一步吃，建造航母也要一步一步来，直接核动力划不来，性价比低，那么就先试一下，搞一个尝试，然后还是主要常规动力。核动力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次要的动力装置，有核动力就能够保证在远洋的大规模战争或者日常的一些大规模全球海军访问交流中派上用场，前者是可以在没有动力补给的情况下依然维持战斗力，后者则是可以减少靠岸，同时节省航行费用。而日常的训练或者周围的军演什么的，直接常规动力就可以满足。按照当前中国的一个舰艇发现技术和航母技术的掌握程度，这种动力模式是最有可能也是最适合的。二、电磁弹射以及8到10万吨满载。电磁弹射技术在004号运用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大。按照官方目前透露的一些信息，中国的电磁弹射技术其实已经是很成熟了，而且技术能够达到国际一流。山东号航母没有采用，主要是考虑到常规动力电力不足，加上中国的第1艘航母的本身设计研究依然还是比较难于对苏联型号航母的突破，因此还是采用滑跃式的甲板起飞。003号航母应该大概率采用电磁弹射，电磁弹射运用在003号航母上是为了进行日常的活动实验和效果，并且找出缺陷进而改进，然后作用在004号航母上。004号航母就能够直接用上改进后的电磁弹射，到时的战机起飞速度就会变得非常快，这就大大加强了航母的战斗力的发挥。而吨位8到10万吨，我预计可能为10万吨，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003号航母很大概率就是8万吨的大中型航母，对比美国的10万吨级超级航母还是有2万吨的差别，2万吨差很大的。而且加上美式航母很讲究的就是甲板的空间感，苏式航母则是舰岛大，并且装上各种武器装备，算上是巡洋舰型航母，但是这极大限制了航母战斗力的发挥，因为一些其他的攻击武器只需要航母舰队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等其他类型舰艇去完成就可以了。航母的核心战斗力就是它的舰载机。004号航母因为要符合中国对标美国的一个国情，按理是要尝试10万多吨超级航母吨位的，10万多的核常共通动力航母配上中国更加庞大多样的航母战斗群舰艇规模，确实有和美国的航母舰队一较高下的实力。三、舰载机的更新换代，歼15战斗机的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是毕竟还是4代机，对比美国的5代机 F-35其实并不占优势，甚至会落入下风。歼15是为了对付美国的 F-18V 超级大黄蜂以及它的各种改进型而研发的，同时歼15的几个衍生改进型也是如此。但是在美国航母不断换装 F-35以及更加先进的战斗机的前提下，单靠歼15肯定是不够的。而且美国航母舰载机的很大强势就是它的电
电子战机、雷达干扰战机以及各类型战机齐全，并且性能高，能够同时担当电子干扰、对地、对空、对海攻击，并且雷达的辐射面很大，哪怕应对水下的潜艇攻击都有自己独一套的防御方式。中国的舰载机如今就是代际比美国的差，类型性能比美国差，空警600预警机还有待升级换代，而歼 15D 电子战斗机是改进型，应该用新研发的专门电子机作为舰载机。战斗机上歼15也要考虑能否用歼20的舰载机版本，或者可能已经研发出来对标 F35的歼31来替代。这是中国舰载机更新换代所需要做的。从大体上看，004号航母应该都会用上述的这些装备。4、激光武器以及最新的双面或者3面相控阵雷达。激光武器一直是中国有打算运用在航母上的一个高尖端武器，这主要是激光武器的成本相对低，伤害高，并且应用范围广，还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针对效果。激光武器能够被防范和防御的少，并且能够高效率拔除地方的中价值目标和一些导弹和防空机炮等难以应对的攻击，这是激光武器的优势。加上中国的激光技术先进，能够在世界排名前列，甚至有领先地位优势，运用在004号航母上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004号航母是有核动力的，动力提供不成问题。而双面相控阵雷达是如今中美等军事强国的一个标配，但是双面相控雷达也有，但是3面相控雷达目前是美国打算装在第2艘福特号航母上，因此004号航母还是可以努力装上3面相控雷达，这有利于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发挥。以上4点大抵就是004号航母的一个大概可能的参数。根据目前的媒体和官媒风声来看，004号航母应该尚未完成舰体的总体建造，其他的设备以及内部构造估计也还没有，但003号航母应该明年年初建造完成，估计很快就能先见到003号了。实际上进入2021年以来，外媒就一直宣称中国正在同时建造2艘航母，并且表示大连造船厂这艘航母更大也更先进，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004核动力航母。如果这些报道不是空穴来风，那么除了江南造船厂即将下水的003航母，也意味着更加神秘的004很可能也已经开始动工。按照这样南北同开工的进度，我国在10年之内就将拥有至少4艘航母，真正成长为远洋蓝水海军。我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也将第一次完全超越美国，真正具备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虽然国内目前还没有004航母的任何公开新闻，但是根据各方透露消息，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004航母目前的进度和大致性能。目前003航母的信息已经半公开化，003航母很可能将于明年年初下水，在经过2年左右的西装和海试，有望于2023年正式加入中国海军大家庭。那为什么003航母还没有下水，004航母就这么着急开建？因为时间不等人，随着美国各种遏制打压手段的增加，国际局势不稳，东南形势高度紧张，我们手上必须能有拿得出的大杀器，才能真正震慑住美国人。东风41、巨浪2这些核大棒有了，歼205代机也有了，就差强大的海军航母了。现在我们虽然服役了山东、辽宁舰，但是这2艘航母的战斗力实际上并不如意。作为苏联库兹涅佐夫级的一奶同胞，只有6万吨的满载排水量和滑跃起飞甲板显然不够用。这2艘航母不仅比不过美国现役的尼米兹级、福特级，甚至还不如美国60年代的小鹰级。未来统一战争开打，用这2艘航母很难吓住美国人，所以003航母必须实现跨越式的弯道超车。根据国内流传的消息，再结合最新的卫星图片分析，003航母的满载排水量有望达到8至10万吨，采用全直通甲板配合3条电磁弹射器的舰载机起飞模式。与美国尼米兹级相比，003航母排水量不输，弹射效率超出。如果不考虑核动力带来的续航问题，总体性能已经高于尼米兹级，从不如小鹰级到一举超过尼米兹级。003的提高堪称质的飞跃。003虽然好，但是它距离服役仍旧还需3到4年。如果等到它服役再建造004航母，这样效率太低，也不符合目前紧张局势的需要，所以必须南北同时开工，003、004一起上马。004航母虽然确定将会
采用核动力，但是其总体设计应该和小鹰级到尼米兹级的递进一样，总体结构不变，只是进行一些小的修改。那么我们也大致可以推算出004航母的性能，相比003航母，核动力的加持可以让004动力更为充沛，因此满载排水量有望增加到福特级的11万吨级甚至更高。由于国产综合电力系统的应用，004航母在能量富裕、甲板面积更大的情况下，电磁弹射器也将从3条增加到4条，进一步提高舰载机的起飞效率。那么有人会问，我们的舰用核动力装置成熟了吗？还没验证就敢直接上马核动力航母？我们从70年代至今已经研发了2代4型核动力潜艇，积累了丰富的小型舰用核动力装置设计、研发、运营、维护经验。如果在这些潜艇反应堆基础上进行改进完善，研发出一款更大功率的航母用反应堆，并不是难事。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早在2017年已经设计完成了玲珑1号民用小型核反应堆。这种反应堆不仅热功率超过了 A1B 反应堆，而且采用了先进的模块化设计，既可以用来建造核电站，也能充当海上移动平台的动力，甚至直接拿来作为舰船动力也没有丝毫问题。中核集团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建造万吨级核动力破冰船，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毫无技术压力。最让人担心的安全可靠性问题，怕是早在陆地上已经进行过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了。因此004航母上的核动力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